这是传说中的南天一剑，此剑法乃少侠洛勋勋独门剑法。据传，此剑法可群挑数百位高手。那么，南天一剑能挑战成功吗？少侠洛勋勋来到恶虎村是为了降服江洋大盗胡椒。江湖传言，恶虎村里的人全都是恶人，他们无恶不作，心狠手辣。殊不知，就在几天前，一位江湖侠客误入恶虎村的客栈，谁知竟然在饭菜中发现一根手指。恶人们凶相毕露，一拥而上。侠客心知不好，急忙拔剑对敌。行走江湖许久，他也明白这是家黑店。可纵使侠客功夫再高，也很是危险。毕竟有句话叫做“双拳难敌四手”。很快，侠客就被恶人逼到地窖之中。望着地窖里一地的尸体，侠客的心也深深地沉了下去。他也明白此番只怕是凶多吉少。很快，侠客也成为胡椒刀下的亡魂。如今，少侠洛勋勋在恶虎村转悠，平日无恶不作的胡椒却躲了起来。别看洛勋勋长相俊朗，像是文弱书生，武艺却不含糊，外号南天一剑。胡椒也明白不能躲着洛勋勋一辈子，想出一计反击坐山观虎斗，利用巴家庄的人来对付他。话说这巴家庄就在恶虎村的隔壁，原本是个大家族，人人都会武艺，如今朝局不稳，便隐居蛰伏起来。只有巴家庄的大小姐九姑娘时常行走江湖，行侠仗义。不久，洛勋勋在客栈吃饭，两个小混混装疯卖傻到他跟前来，想要抢夺洛勋勋的财物。九姑娘路见不平，出手教训了两个小混混，将两个小混混打得落荒而逃。为了感谢九姑娘洛勋勋，上前致谢，九姑娘却态度冷漠，逼他如蛇蝎，还不等洛勋勋说完话，就连连摆手，让洛勋勋走远一点。见此情形，洛勋勋便也不再多言，背起自己的包袱离开了客栈。付账时，九姑娘发现自己的荷包不见了，小二告诉她，已经有人替她付过账了。九姑娘猜测十有八九是洛勋勋偷的，急忙骑马一路追寻洛勋勋踪迹。不久，他拿到了插在剑上的荷包。这时，林子里传来洛勋勋的声音，嘲笑九姑娘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，让他这次输了，下次可要注意了。九姑娘又气又恼，让他出来跟他较量。然而只闻其声，不见其人。另一边，恶虎村的恶人们正在酸枣岭打劫过往客商的钱财。只是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除了恶虎村本村的村民之外，巴家庄的巴结也是他们的同伙。原来巴结和胡椒等恶虎村的人勾结，经常打劫往来客商的钱财，还美其名曰劫走不义之财。事成之后，巴结再跟他们一起分账。不料被路过的九姑娘发现，她最看不惯打家劫舍的强盗，自己的哥哥居然和强盗勾结。九姑娘气愤不已，她万万不能容忍，让他们把劫来的银子留下捐给穷人。不肯听劝的众人被她的鞭子慰问了。眼见妹妹如此，巴结觉得丢了面子，叫来众人继续搬，不要停，惹得九姑娘的鞭子挥舞得更加厉害，几鞭子下去，将他们打得落花流水。恶虎村的人眼看惹不起，赶紧溜了。当天，巴家庄庄主巴姥姥巴氏大寿，来祝寿的都是名门正派、一方豪杰，现场人山人海，喜气洋洋，热闹非凡。此时，一位名叫银欢的姑娘来拜寿，她的爹爹有意将她许配给洛勋勋。此时，姗姗来迟的九姑娘终于到了，原来她是去给奶奶取定做的亲佛了。没想到巴结竟带着胡椒来巴家祝寿，九姑娘瞧见气愤不已，哥哥太没数，面对胡椒叫嚣，给了他一个大耳刮子。胡椒怒气冲冲，眼看两人就要打起来。俗话说，伸手不打笑脸人。寿星巴姥姥出面解围，胡椒才敢罢休。晚上，巴结主动找妹妹九姑娘道歉，还保证以后不跟恶虎村的胡椒来往，打断骨头连着筋。九姑娘原谅了他，还把奶奶送给自己的玉佩给哥哥戴上，希望他从此痛改前非，做个男子汉。那胡椒并非真心结交，只是在利用他。巴家像他这么傻的人毕竟不多。这天，胡椒他们又盯上了一家镖局，便让手下跟踪镖师们。此时，少侠洛勋勋正好路过此地，看到一伙人贼眉鼠眼的偷瞄镖箱，于是便好心提醒镖师提高警惕。果不其然，夜里恶虎村的强盗杀来。让人没想到的是，巴结死性不改，竟又和恶虎村里的强盗混在了一起。镖师们早有防备，双方打了起来。洛勋勋赶来相助，被一群恶人围攻。洛勋勋不愧为南天一剑，身手不凡。混乱之中，洛勋勋一掌出击，直接将巴结打得口吐鲜血。恶人们自知不敌，忙拉着巴结开溜。重伤的巴结被带到情人二娘家养伤。巴结要求送自己回巴家庄医治，可胡椒却不愿意，担心秘密被揭穿，便想到借这个掌印栽赃嫁祸，挑起洛勋勋和巴家庄之间的仇恨。于是，一不做二不休，在药里下了毒。二娘不知情，亲手为巴结喝下了药。隔天，九姑娘在骑马时发现巴结尸体，马上带有血书，上面写着仇人洛勋勋。很快，巴结的死讯轰动了整个巴家庄。
巴结的离去让巴姥姥伤心不已，当即召集巴家庄全部人马，发誓要将仇人骆勋勋千刀万剐。就这样，80兄弟倾巢而出抓人。此时银花觉得这里面一定是有误会，于是外出寻找骆勋勋，想着问清缘由。此刻，骆勋勋正在一处破庙中休息。外出寻找凶手的九姑娘也来此避雨，然而九姑娘却不知眼前的这个男人就是骆勋勋。而此刻，骆勋勋还不知整个巴家庄正在全力追杀自己。二人像上次见面一样互相调侃起来。九姑娘虽然表现傲娇，但并不讨厌他。看骆勋勋的表现也是很有意思。九姑娘因有钥匙在身，转身就走。骆勋勋看九姑娘清雅脱俗，一见难忘，不由自主地骑马跟在她后面。可傲娇的九姑娘并未理会，两人你追我赶，一前一后来到集市。此时银花恰好找来叫走骆勋勋，九姑娘独自进了客栈又出来，路上经人提醒，才恍然大悟。九姑娘又气又怒，立马返回追击。此刻得知实情的骆勋勋来到巴家庄，他不想背负冤屈，想问清缘由，巴家庄为什么会对自己下通杀令。众人气愤不已，杀了巴结还装无辜，不由分说就要拿他的命祭奠巴结。这时九姑娘和银花妇女等人回来，九姑娘赶紧向奶奶解释，骆勋勋侠义为怀，自己亲眼见识过，想来此事定是有误会在其中。再加上银花的父亲鲍老英雄出面，紧接着引着巴姥姥前往查看证据，巴结七孔流血，分明是死于中毒。就这样，骆勋勋洗脱了杀人嫌疑，他主动请缨帮助九姑娘寻找真凶。九姑娘骑马紧跟其后外出调查，两人你追我赶，再一次来到城里。在镇上，九姑娘看到一名女子，脖子上戴着自己送给哥哥的玉佩，想来此人应该和哥哥的死有关。夜里两人摸进女子家打探消息，不料却看到一个黑衣人闯了进来。此人正是胡家的手下，手下色迷心窍，想要霸王硬上弓。危急时刻，骆红军和九姑娘跳了出来救下女子，逼问害死巴结的真凶。手下直接说出是胡椒，开溜的他也被一把飞刀送走。恶虎村的探子将这一切尽收眼底，很快胡椒就得知事情已经败露了。看样子锁山观虎道这条道行不通了，那就只能一不做二不休，主动出击。为了保险，还另外请了4位高手助阵。骆勋勋和九姑娘打算夜探恶虎村，二人还是一如既往的调侃着地方。夜里，骆勋勋和九姑娘闯进了恶虎村，擒贼先擒王，两人的目的就是胡椒。然而狡猾的胡椒早就有所防备，派出大量的杀手将两人围困起来。知道中计了的二人也只能硬着头皮上，好歹两人的功夫都是顶呱呱的好，所以一时半会儿也难以分出胜负来。4位助阵的高手此时也一起下场了，只是看样子跟骆勋勋的功夫不能比，人数悬殊，一下也难分胜负。骆勋勋一下给人串了糖葫芦。此时胡椒正在后面挥进剑魔金灵，名字叫得这么拉风，自然也得露一手。魔剑是本命，这位高手还附赠铁掌功，一掌打下去，一个掌印连门都开了。此时前面的人到后面来给他报信了。这边九姑娘二人由前厅打到了后厅，两人并不知道这里面有埋伏等着。眼见二人虎虎生风，打得那叫个热闹，不愧是南天一剑，体力那是真的好。九姑娘虽是女流之辈，也不遑多让，眨眼间就送走了一个上前找死的人。请来帮忙的4位高手还剩下一个，只是不知道这家伙还能再撑多久，还没死就被赶来的恶虎村人救了。他们叫着剩下的人抓紧离开。眼见偌大的宅院诡异的安静，二人不由得打起了12万分的小心。突然，恶虎村的人摆起了绳索大阵，不消片刻，骆勋勋就被绳子给困住了。九姑娘也在一人的艰难应对着。很快，九姑娘被他们给盯上，困住双腿。面对绳索大阵，两人打起精神跳绳。这待遇谁小时候有这么多人陪玩啊？这骆勋勋的弹跳力真够可以，得奖励一朵小花。不过转眼之间呢，就被敌人给网住了。九姑娘这边还在不知疲倦的杀敌，转眼之间也被众多人用网给困住。就在二人成为待宰羔羊之时，巴家庄的人全员出动，赶到恶虎村。就这样，双方在恶虎村内展开大决战。不得不说，银花长得漂亮，功夫也俊，鲍老英雄也是英勇不减当年的样子。双方都不留手，反正两村交恶已久。4大高手最后一个终于狗带了。见此情形，剑魔精灵也不能再等下去。这老货下手可不是一般的狠毒啊！姥姥不能再让他猖狂，于是亲自出手。很快，他便死在姥姥的拐杖之下。此时，胡椒看情形不好，也坐不住了。只是这人不要脸，竟然挑银花下手。这还不算，还朝被困的骆勋勋刺去。眼看大刀就要砍过来，关键时刻，银花不顾一切的扑来，替骆勋勋挡下致命一击。九姑娘听到动静，飞奔而上，同胡椒这个无耻小人较量起来。挣脱束缚的骆勋勋也加入了对战。
终于在两人的配合下，终于勒死了大恶人的胡椒。陆勋勋看着为他舍命的银花伤心欲绝，看到这一幕，九姑娘却哭着跑开了。这部《卧虎村》上映于1974年，由岳峰、王平导演，舒佩佩、岳华、詹森等人出演。电影取材自南方的长篇评话《红碧园》中大闹八家府一段。好了，本期故事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